成为斗战胜佛后，我看穿了天庭所有的阴谋。何为真经？经书原本就是空的，取经不过是做给百姓看的。所谓心系天下，不过是块冠冕堂皇的遮羞布罢了。我去你的天道！我宁死不愿同流合污，于是自毁神格，焚灭真身，却因生死簿上无名而求死不能，转世成了六耳猕猴。明明是真战佛，却成了假猴子。自我上任以来，只要是牵扯到神仙对凡人犯错的事儿，渐渐都要小事化。起初我闹不过心中怨愤，曾几次闹到玉帝面前，逮着犯罪之人义愤填膺，可换来的不过只是搪塞。大圣，你初来乍到，这神仙之间的是非可不是如此简单的。他虽杀了一些人，但不过只是普通百姓，生死有命，大圣又何必为凡人弃了自己？佛口毒言，个个都是。这满座的神仙，竟还没有我那水帘洞的猴有人气，可我却无可奈何。师父已经恢复了金身，吃万家香火，八戒和悟净也已得到，仿佛只有我一人被困在了百姓苦难之中。日复一日，这身金甲竟无比让人憎恶。可这次是上千口人命，又岂是小事？此人借外物闹天灾，毁村镇害无辜，绝不能就此放过。大圣啊，这人乃是仙君的昔日好友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咱们同在神位，一切都好说，好说啊。老君，你也站在他那一边。我的金箍棒无限伸长，抵在太上老君的面门上，似乎只要他一点头，我就能为心中正义打下去。但我知晓，我不能。老君只是替那缩头乌龟过来当说客的，就算没有他，也会有别人。一个斗战神佛的名号就将我悬在这高位，却从未能做出一件正义之事。我凭何为佛？金光起来，哈哈大笑3声。老君，今日我不必难为你，这神位我不做了。大圣，你要如何？其正不了这天道，我还当什么神佛？老孙既能毁了这一次，就有第二次。大圣！四方天兵来袭，却阻止不了我这一金箍的威力。我怒气丛生，破了这满身金箍的金甲，所到之处大肆破坏，管他什么天庭，管他什么玉帝，通通给老孙一起毁灭！刹那间，风起云涌，雷公电母一起上阵，哪吒二郎神通通现身。这些平日里见不着一面的同僚，此时都着急忙慌地出现，只为了护着区区一个天庭。神仙作乱，他们纵容；百姓苦难，他们看不见。可到了此时，我要拆天庭，他们竟都来了。悟空，住手！师傅，你教我要有慈悲心肠，对凡人生命有敬畏之心，我都做到了。可为何你却对信徒苦难视而不见？个人有个人的命要渡，你已是斗战神佛，神位为重，还不停下？好一个神位为重！若要以死正天道，我做这第一人便是。我在天庭打了整整10日，终究不敌围困，力竭而死。一把真火焚烧佛身，可睁眼我却又活了。水帘洞内，猴子猴孙个个看着我。大王，您不是去取经了吗？那真经可是取到了。我震惊不已。在我当神佛那些年，水帘洞早已物是人非，更没人知道曾有过我这样一个猴王。可如今，这猴子确实的我，难不成大王是下定决心不去跟随那光头了？甚好甚好，有大王在，我们水帘洞一定能称霸山头，像几百年前那般风光。无数花果被送上来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砸了。如今取经到第几难了？猴子们面面相觑，竟是都说不出来。我大步走出水帘洞，照出筋斗云，腾空在取经路上，却见那森林之中有4人正缓慢前进，带头的那猴子赫然跟我一个模样。他是孙悟空，那我是谁？又或者我才是孙悟空，那他是谁？恍惚之间，却见那猴子痛苦抱头，原是唐僧怒他滥杀无辜，弃他毫无善心，因此足足念了20遍紧箍咒。那猴子气不过，求饶无门，无助之下被赶走，竟是去找观音了。这不是我经历过的吗？观音之后，出现了一个六耳猕猴，处处与我作对，几次要杀了师傅。那时我气恨的不行，可如今我竟是成了那六耳猕猴，或者说原本就没有六耳猕猴。若是现在的我能重生，那以前的我何尝没有重生过？我心神俱震，怪不得当年那六耳猕猴与我处处相似，似是同一人，却又杀心四溢。原来六耳猕猴就是我，我就是六耳猕猴。赶路的唐僧3人停了下来，八戒去化缘了，悟净去找八戒了，独留唐僧一人在原地。我想起上辈子成佛之后的事儿，只觉得这和尚无比虚伪，大喝一声，从筋斗云上直接翻了下去。泼猴，我不要你了，你又缠着我作甚？师傅不是口渴吗？徒儿我特意寻来一碗凉水，好叫师傅解渴。我不喝你的。他怒气冲冲，我冷笑一声，既不喝我的，那便没什么好说了。与其让他这样一路去取不知真假的真经，不如让我行仗义，服天道。拿来吧
你！我照出金箍棒，一棒下去，他就死活不知了。那包袱里头有通关文牒，我通通拿了带走，飞身而上筋斗云，钻去了水帘洞。不过这经书还是要取的，因为一路还有很多无辜百姓等待拯救。但取经，我一人足矣。4日后，悟净带孙悟空来到水帘洞找行李，嘴里大骂孙悟空竟敢打伤师傅。我心中冷笑，那虚假和尚怎配得上师傅一词？口口声声仁义道德，却是自私自利，跟那帮老不死的同流合污的货色。老孙这几日都在菩萨那里，菩萨已帮老孙作证，这师傅不是我伤的。若不是你，这猴子还能是谁？师傅都说了，你不仅打伤了他，还抢了包袱公文，说要自己带人马去那西天取经。好啊，你个泼猴，竟然打得这般主意！他们吵闹着到了我面前，我看着年轻的孙悟空，他目光热忱炽烈，远没有当神佛之后的悲苦。他是我，而我已不再是他。定是你这妖孽冒充老孙，替师傅骗八戒，拿命来！孙悟空龇牙咧嘴冲上来，我却不想跟他打。那唐僧老儿满口胡话，都是诓骗你的。我知你是孙悟空，但我也未必就是假的。取经是骗局，大胆妖孽，满口胡言！他抽出金箍棒，二话不说就砸了下来。一时间风起云涌，金箍棒在空中挥动出残影，映得我与孙悟空两张猴脸都狰狞不堪，分不出胜负，怎能分得出胜负？本是一体两心，他本领大，我自然也不小。反而因为这一场打乱，我跟他原本的位置都混乱了。同样站立住，看向悟净。你既无法帮忙，且去回复师傅，我与他定要分出个真假。沙僧，我才是你师兄，快跟我捉了这假货，我们好继续上路取经。悟净为难地看向我俩，显然已经分不出了。师兄，那我去也。孙悟空转头看着我，气得牙痒痒。好你个假货，满眼胡言乱语也就罢了，现在居然还要当面哄骗师弟，俺老孙跟你势不两立！我也冷笑一声，金箍棒撑在地上，怒怨这猴子真是顽固不堪，取了那真经，难不成又要过上虚假的百年？昔日既让我回到了这世，就定要赶这情况。我本就是真的，就算到了菩萨面前也不怕。2朵筋斗云同时被召唤出来，我跟孙悟空用同样的速度，嗖的一下飞到了菩萨面前，积极的争辩。老孙我才是真的，请菩萨慧眼，与弟子辨个真假。我先一步开口说，孙悟空被我气得半死，龇牙瞪着我，眼底像是有2团炉火。气死老孙了！菩萨，你来认，定要把老孙我认个明明白白。紧箍咒响起，多年未曾感受过这般滋味，我痛得眉心都皱了。再转头一看，旁边的孙悟空压根不比我好多少，同样的痛，同样的求饶，只是我相信这次所有人都无法分清我们2人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，分不清真假。菩萨也为难了，我与悟空一路打到了南天门，闹得天庭不得安宁，最后还是如来来了，我们才安静下来。你们都说自己是真的，照妖镜轮流在我们面前照，没用。几个神仙围着我来问那些往事，我也都一一答得出来。如来垂眸看着我们，我嘴角勾起，挑衅的回看他，都是真的，没有假的。他要选谁？4猴混世，不入10类之中。你们之中有一人，乃是4猴6耳猕猴也，善灵音，能察理，知前后，万物皆明。荒唐！枉我上一世竟真的信了这般鬼话。若是真有6耳猕猴，又怎能与我一模一样？这天下没有2片一样的叶子，自然不会有2只一样的猴子。如来啊，如来，可真是狡猾！我观这只行事慌张，目光不彻，乃是6耳猕猴也。真悟空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火眼金睛，气得当场就拔出了金箍棒。你个老贼，连老孙我都认不出来！我手拿金箍站在一边，并不言语。果然，本没真假，可如来说谁是真就是真，说谁是假就是假。泼猴，还不现出真身？这世间真真假假，竟只凭他一人之眼。悟空被压在地上，很快身形就有了变化，变得更为瘦小，竟是生生变成了一只别的猴子。罢了，弟已犯错，就让我好生教过你，且去护着你师傅，继续上路吧。我心中再次冷笑，转了一圈金箍棒，跟观音走了。我早已取了一次经，当然知道这些沿途都是什么妖怪，那些在凡间作恶吃人的，只要是上头那些神仙的坐骑，都1个2个被安然带了回去。可这次哪还有那么好的事儿？我一路碰到神仙坐下作恶，通通一棒子打死，管他金银童子还是金毛狮子，我通通在那些神仙巴巴赶下凡之前一棒子杀了。大圣啊，这可是我那手炉的童子啊，你还见过他们呢？你这老君不识道理，既是你自己的童子，你为何不自己看着，叫他们来这凡间作威作福，欺凌无辜百姓？老孙今日棒杀了他们，那是他们自个儿的教训，话可不能这般说。
我们毕竟是神仙。我看着他那副嘴脸，想到上辈子那些神仙的虚伪，心中只觉得恶心。在凡间，天子犯法都要与庶民同罪，神仙又如何？大圣，你这也太没有情面了。俺老孙是降妖除魔的，不是天天搞人情世故的。既担心自家宠物被我打杀，就更要好好教育才是。我收起金箍棒，气得太上老君胡子都吹起来了，也拿我毫无办法。81难，硬生生少了10多难。那些神仙知道我不会手下留情，早早的都开始管好自己的那些人了。百姓竟也清静了不少时间。可唐僧不干了，妖怪少了，他收服人心的机会就变小了。世上太平了，就没有那么多百姓爱戴他。悟空，为师取经，如今这般光景，为师还如何能取到真经？师父一向说万物生灵都平等，少了几难就少了那些受苦的百姓，师父难道不觉好？你这泼猴怎么回事？我们是来取经的，取不到真经，如何拯救这天下百姓？况且你见了那些妖怪就打打杀杀，实属业障太过，顽劣不堪，品性难驯。你若这样，就自行离去，我这儿不要你。师父觉得，如今你就算不要我，就能取到那真经吗？我扯下一根毫毛，凭空变出一个唐僧来。泼猴，你这泼猴！唐僧脸色发白，我二话不说，把他扔进了水帘洞，带着贾师傅继续上路。八戒和悟净压根就没看出去。猴哥，等这真经取到了，俺老猪还要回高老庄去。我冷笑，真经取到之后，他也有了神位，眼里哪里还看得见那等破败的凡人之地？如今我才明白，八戒是天上的神仙下凡历劫，沙僧是戴罪立功，他们原本就是跟那些天上人一类的。在我又一次打杀了一头黄毛狮子后，被90元圣告到了如来面前。这泼猴，黄毛狮乃是老夫的干孙子，就这么被他一棒子打杀了，天理难容，残暴至极呀！他所言可是真的？他所言可是真的？如来怒目瞪着我，我被一股威压压制住，只觉双耳嗡嗡作响，一时间竟然辩解不了了。看来你这猴子是天性顽劣，不知悔改了。老孙我做的都是降妖除魔的好事，如何就是顽劣了？佛祖，你好生不讲道理！出家之人慈悲为怀，可你这一路打杀了多少妖精了？悟空，你当真不知错？老孙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没错，如何要认？我掏出手里的几本真经，哗啦啦丢在他面前。满纸空白言，岂不是诓骗天下之人？胡说！这真经只有金蝉子能看明白，岂是你一个猴子能看懂的？哼，好一个只有金蝉子看得明白！上辈子我竟就这么愚蠢的信了，直到成神之后，我才问起唐僧来，这真经压根就是空的，他不过只是装着自己看得懂罢了。既然你如此不知错，就去五指山下再反省500年吧。500年，又一个500年。我怒从心起，照出金箍棒，抬手就对着他砸下去。什么如来，什么佛祖，老孙我通通不怕。泼猴，野性难驯，不可调教。他彻底怒了，紧箍咒念起来，痛得我脑袋炸裂。原来如此，只要我不听话了，他就随时能杀了我。好一个紧箍咒，竟是神仙联手压制我的法宝。他要的原本就是一个乖乖的傀儡。再一次从水帘洞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心里已经愤怒的不行。我没有理会身边猴子猴孙说的话，跳上筋斗云就直接去找了这时候的孙悟空。天庭一日不颠覆，这经就一日没得取。菩萨，把孙悟空叫出来！啊，大圣，您不是在菩萨里面吗？怎的又到了这外头来了？我推开那童子，一金箍杵在地上，地面震了2震。孙悟空，你给老孙出来！我这般放肆叫嚷，孙悟空定然是受不了了，抄起金箍就飞了出来，两眼看到我之后愣了。你为何与老孙一模一样？你听我说，我也是孙悟空，取经就是一场阴谋，这天庭就是个骗子。当初诓你1次，现在又有2次，我是死了之后重新回来的。那孙悟空一脸看我胡说的样，话是半点都不信。你是说俺老孙死了还能活？你忘了，当初你从阎王那里抢来了生死簿，划掉了自己的名字，死了之后自然没人敢收，所以我便突破了这3000因果，出现在了你面前。你且细细听我说，我就是你，自然不会害你。我把这2世的经历通通说与他听，怕他不信，还专门拉着他去看了当时我杀的那黄狮子的地方。他乃是90元圣的干孙子，来了凡间之后为非作歹，吃人肉啃人骨，可偏偏就因为身份，那佛祖老儿竟就要让我放过他。
孙悟空看着这遍地的尸骨，心中已经信了大半，只是对于我的存在依旧心有怀疑。我当场变化出72变，还说出了许多只有他知道的秘事。若我不是你，这些事儿你还告诉过谁？所以，取经这一切都是假的？那倒未必。经书虽是假的，但是这一路降妖除魔却是真的。主要是为了让那金蝉子上位，也是真的。说到底，不管是这凡间百姓，还是我，都只是扶金蝉子上位的棋子罢了。他要师出有名，所以有了这9981难；他要百姓爱戴，所以有了这不知所云的空白经书。这一次，你我联手。我是很尊师重道的，所以孙悟空也是。那日我坦白了一切，但是他却并未同意我的说法，只是捏着身上那件虎皮衣裳正愣。师父把我从五指山下带出来，给我取名，给我做衣裳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可若不是他，你压根就不会被压在那五指山500年。说到底，你不过只是闹了一次天庭，又何罪之有？你既未打死谁，也从未残害过百姓，只不过是反抗一次天庭不公就被如此惩罚，还不明白吗？是，唐僧确实给我做了这虎皮裙，但是也同样哄我戴上了束缚我的紧箍咒。虽救我出了五指山，可同样困我在他身边，美其名曰保护他，实则处处被打压。救人的时候是我去，领功的时候我就成了尖嘴猴腮恐吓人的大徒儿，于是只能由他出面。这桩桩件件，难道不是真的？你若要回去也可，但你且看着，他既冤枉过你一次，就必定有2次。何况，他原本只是气你对他的反抗罢了。不会的，师父不会那般对我。我一路跟在孙悟空身后，唐僧看到他又回来了，高高在上的冷哼一句，像我记忆中一样：“你个泼猴，又回来作甚？我这里留不下你这尊大佛，既已经走了，就不必再回来。”师父，我问你一句，这震惊当真有？唐僧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眼底闪过一丝极快的心虚，但是很快又被自己压制了下去。胡说什么？我们为了百姓取真经，救的是这天下，当然是有。那师父为何要如此慢悠悠的走？何不让我先去铲除这一路妖魔，好让受罪的百姓少些时日受困？唐僧找不到反驳的借口了，只好开始疯狂念紧箍咒。师父，快停下，别念了啊！我也从空中摔了下来，直在地上打滚。你这泼猴，谁教你说的这般大逆不道的话？既无悔改之心，我今日就把你脑浆给勒出来，省得你来日去作孽。好痛啊，师父，徒儿可是说错了什么了？徒儿不敢了。那孙悟空卑微求饶，我也痛到恨不得跪下来状告，却见唐僧脸上笑了，一副赢了的模样。还不知错？取经乃是大事，是拯救百姓于水火的好事，容不得你这般胡说。若是再有下次，我定不饶你。徒儿知道了。紧箍咒总算是停了下来，孙悟空飞快照出筋斗云，我也赶紧跟了上去。他面色灰白，两眼通红，死死抓着金箍。现在可是相信了，一切都像我说的那般，取了之后他就会回到金蝉子的身份，高高在上，也会给你一个不高不低的神位。可位置总归是位置。这妖是神仙的坐骑，杀害不得；那怪是历劫的某位弟子，更是不能当真。于是百姓依旧水深火热，庙堂里香火不断。可供奉的这些神仙，一个个双眼紧闭，全他娘的是瞎子。事已至此，也不由得他再不信了。他颓败地坐在地上，浑身的猴毛都耷拉了下来。我深深叹气，曾几何时，我也是这般盲目地相信着天庭，哪怕唐僧根本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般慈悲，我也当看不见，一路只想着改邪归正，做真正的好神仙。可我却忘了，一个在最初就诓骗我去做弼马温的虚伪天庭，还能有什么样的胸怀抱负？天庭居然骗俺老孙！我现在就去把他们都捉来！等等，此事还得从长计议。我也算是大闹天庭2次，大闹如来1次的猴了。此番计划必须做好万全准备。我们2猴直接分头行动，我去铲除取经路上那些妖怪，把能用的都收了。他去联络以前认识的那些山头的大妖。天庭一派祥和，没有任何人发现取经出了差错。唐僧少了我的保护，但是因为前方妖怪已经被铲除了，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威胁。所有的事情都像是湖水的表面一般，平静的没有任何一丝波澜。可就在这样的表面下，是汹涌到沸腾的变化。杀！冲啊！弄死这些虚伪的东西！南天门处，各色妖精面含怒气，他们有的是被天庭的人伤害过，有的是自己的地盘莫名被天庭某些下凡的坐骑占用过，一个个跟天庭积怨已久，双眼通红，恨不得直接杀出一条血路来。呸！
老子当时的妻子明明没有吃人，菩萨非说要带去度化，结果却是剥了他的皮做了扇子。我全家一家老小妖怪，个个都被那青毛狮子欺负，就因为他是天上来的，天理何在呀？我与另一个孙悟空站在最前面，脚踢南天门的大柱，气势汹汹。那守门将早已怕了，屁滚尿流的往里面跑，半点拼命的样子都没有。他当初也是修真之人，好不容易飞升上来的，只是在这天庭守门职位一待就是上百年，早已没了半点战斗的能力。当年的齐天大圣大闹天庭，对他来说那就是个故事，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有这样的大场面，简直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玉帝，启禀玉帝，那黄脸猴子带妖打上来了，不是一个猴子，是2个。你胡说什么？那孙悟空正在跟唐僧取经，怎会打上天庭？玉帝怒吼一声，但是很快就看到了冲进来的孙悟空，吓得哐当从椅子上摔了下去。若说500年前的那场噩梦谁最害怕，那必然是他。多年经营的宫殿一朝被毁了不说，就连他的天兵天将都被打杀不知多少，他更是沦为所有人的笑话。好不容易给那猴子压制住了，现在又有了让他听话做事的办法，可现在竟是又来了，一个不够，居然还是2个。来人啊！二郎神呐，哪吒呀！脸上惊慌不已。大圣啊，这是谁又招惹你了？你别激动，说出来，天庭为你做主啊！这玉帝老儿看起来像是怕了，缩在地上惶恐不已，实际上却是在等援兵。我也懒得再跟他废话，直接一棒子打了过去，只打得他痛哭流涕。慢着，你可还记得你师傅？哼，什么师傅？俺老孙可没有本事认你们天庭的金蝉子做什么师傅。不是金蝉子，是教你72变的那个菩提老祖。他为了你尽心尽力。500年前你大闹天宫之后，他的道观被毁，也是为了护你。你就算不在意自己的死活，难不成也不在意他吗？因果孽缘，有时确实不报应在自己身上。我的因果难道会在师父身上？我顿住了，旁边的孙悟空也同我一起停了。师父，他现今在何处？若是你得了真经，功成名就，他自然会出现见你。悟空，我与你也认识几百年了，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？我恐自己又被他蒙骗，可仔细想来，就算我真的成了那斗战神佛，也再没见过一次师父。师父究竟去何处了？你这老贼嘴里没有半句真言。若是我师父真在，你只去把他叫来便是；若是不在，那俺老孙也无甚可忧虑了。我举起棒子又要打，却忽然又开始头痛欲裂。泼猴，还不快停下！唐僧大步朝着我走过来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紧箍咒越来越紧，我痛得在空中翻滚了几圈，连金箍棒都要拿不稳了。小的们都给我上！牛魔杀红了眼，眼看我又成了这副模样，抓了这唐僧，咱们好好吃一顿肉。少了我与另一个孙悟空，可妖怪的战斗力并没有减少多少。我虽不能把唐僧如何，但他毕竟手无缚鸡之力，被牛魔一把抓住，踩在了脚下，咒语也停了。悟空，你这是要欺师灭祖不成？欺师灭祖？哼！你未曾教过我本事，未曾告诉我行事道理，你算哪门子师祖？我冷笑着跟另一个孙悟空一起走到唐僧面前。今日你来，刚好给我这些弟兄们加餐。冲！士气高涨，抓了唐僧之后，玉帝的脸更白了，爬着蹲在那桌椅之下，瑟瑟发抖。管他什么太上老君，什么托塔天王，个个都被打得屁滚尿流。他们日日在这天上推杯换盏，早已没了什么真本事，只知道抢功劳用手段，哪里是我们这些妖怪的对手？大圣饶命啊！雷公是第一个跪下求饶的。很多小神仙看出了自己打不过我们，马上开始跟着下跪。这些平时口口声声说凡人命贱的好神仙，此时都像狗一样跪在地上，竟还抵不上凡间那些普通人有志气。泼猴，收来！远处金光大闪，是如来。我打不过如来，500年前打不过，500年后也不行。但那又怎样？我跟另一个孙悟空极其默契的一人站一边，2根金箍同时朝着如来砸下去。一金箍108000重，如来照出法波刀扣过来，眼看着我就要被压在了法波下面，身边却突然多了一浮尘。悟空既是我徒儿，教育就不劳你们费心了。一道飘渺的声音让我的喉眼一热，2行热泪流了下来。师父！我与悟空一起喊出声，带着委屈。师父！那如有1000万斤重的法钵被浮尘轻轻一扫，竟然就这般扫开了。菩提祖师乘着仙鹤而来，慈眉善目，抬手轻抚过我的眉心。为师教你本事，是要你保护好自己，做自己想做之事。可你，如今可是受委屈了。我再也忍受不住，恨不得大哭出来。是啊，如何不是委屈？天庭骗我，唐僧利用我，就连观音都从未帮过我。这些神仙简直是坏死了，逮着老孙一只猴欺负。师傅，取经是假的，这世上本就没有真经，我不要跟唐僧了，你带我回三星洞吧。我跪下来，扯着他的袍子，另一个孙悟空也拉扯着他的手。你三魂已受损，七魄留在这世上成了残念，魂却穿越3界时空。悟空，你不能再成神了。这些狗屁神仙有何好？师傅，不成便不成，你带我走。
带我走吧！悟空顽劣不甘，损了天庭上百号人手，大闹玉帝凌霄宝殿。你想就这么带他走？如来头一次变了脸色，讽刺出声：悟空犯的错早已在500年的五指山还清，是是非非，师兄心中比谁都清楚，不必以此做借口。若是你我之间的恩怨你放不开，那便今日一战就是。我恍惚间觉得自己好像明白了什么。师父跟如来一个佛教一个道教，竟是师兄弟，还斗了这几千年。就算不追究他的责任，那唐僧取经又何半？他提前杀死了所有安排好的妖怪，81难还差一大半。提前安排，我心寒不已。如来，你可知那些妖怪在凡间是如何作恶的？就为了一个唐僧，你就枉拒那么多百姓的性命！住嘴！你这泼猴晓得什么？若无香火供奉，金蝉子就算9世都力竭结束，也坐不稳这位置。那些愚蠢的凡人，既然想要等着别人来拯救，那自然就要有付出牺牲。残忍无耻，真正要了百姓性命的，不是那吃人的妖精，竟是那个被他们寄予厚望的得道高僧。如何不可笑？如何让人不气愤？罢了，总归你只是要一个流程。悟空既不肯，你就随意找个人选吧。师弟说的简单，这天下还有哪个有他这样的知名度和本事的？我已然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可却没有一点办法改变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师父变出了一个与我一般的猴子。此猴乃是我根据悟空的模样性情捏造的，也有72般变化。护送唐僧取得真经之后，便会乖乖当斗战神佛。你拿去吧。那假猴子灵动无比，但是却比我听话得多，一口一个师傅，奔着唐僧去了。唐僧害怕地看着他的脸，但很快意识到这不是我，又放下心来，忙答应了。甚好甚好，真悟空顽劣，弟子实在没福消受，就这个假的吧，多谢祖师。天道无为也。哼，假精配假猴子，再加你这个虚伪至极的和尚，的确是绝配。我冷笑一声，被师父扯着走了。3星洞一毁，我跟随师父过上了凡间游历的生活。我的3魂7魄被师父重新融合，世上又只剩下了我一个孙悟空。听闻那唐僧取得真经之后，天下忽然大旱，无数百姓哭泣跪求，而得道高僧却不管不顾。最后还是师父带着我一路做法降临，救得万千百姓。假猴子成了斗战胜佛，每日都要想办法与那些神仙周旋，脾气却好得不行，从未发火。八戒和悟净各自得了神位，依旧恢复了以前花天酒地的日子。天庭仍旧腐败得让人作呕。齐天大圣孙悟空这个名字却已经很久没人提起了。偶尔大家看到我的猴形在山林间晃悠，只当我是哪路不知名精怪，嬉笑着躲我怕我。没有香火供奉，我的法力却也日日增长。我与师父隐士在了山间，而山间多草木，草木多纯粹。